大家好，这个周末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些硬核的干货，就是如何来克服自己的一个总想交易的心态，还有就是技术上我们该如何去做，以躲避当下这种非常震荡的一个行情。我在2周和3周之前的视频就开始提醒我们，当下市场所面对的风险是逐步增加的。这里我不管分享了这段时间我们看到需求不足，也就是上涨动力的衰竭和市场所面对的风险空前的大。但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又看到了做空它的难度一点不比做多小或者说做空的风险甚至于更大，因为下降的过程中它未必呈现出这种线性。那么在前面的视频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再去看一眼。那么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当下这种市场走势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难占到便宜的。那么我们该如何运用一个简单的方法来跳过或者说不去参与当下市场的这种走势，不管你是多还是空，以更好的保护你在1月份整体上来的这一波的一个盈利呢？那么今天呢，对于交易特别认真，或者说对于您特别想学习交易的朋友来说呢，一定会有很好的帮助，请您呢看到最后，跟我一起进入今天的视频。好，我们来看一下大盘的标准普尔的走势。大家可以看到，我画了2条线，一条是什么呢？是下降趋势线，另外一条呢是我们所说的一个支撑阻力互换线。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这几个礼拜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这里是裸 K， 今天是周五、周四、周三、周二、周一。然后上礼拜的周五、周四、周三、周二、周一，那么在这2个礼拜，如果你在这2个礼拜完全错过这个行情，你是没有任何损失的。但是在这2个礼拜，甚至于大家看，甚至于在这3个礼拜，咱们看1、2、3、4、5、6、7、8、9、10、11、12、13、14、15，也就是说，如果你在大约4000点这个位置上，你所谓的错过一个所谓的行情，你可能会着急，会 FOMO。那么你或者是提前进行一个空头的布局，但是你看到了这3个礼拜下来之后，你没有占到非常大的便宜那么当然了，如果你平常做非常小的交易，咱们做日内1分钟期货那是另外一种方式。对于大的行情来说，我还是那句话，进退维谷行情这个地方做多风险极大，那做空风险更大，是因为它跌不下去，那么涨的过程中和跌的过程中是出现了强大的矛盾。我们再回顾一下我们之前说的，包括这个位置上，我们知道是严重的一个压力区，我们市场上出现了一股情绪的过热，同时我们在多个板块上，包括半导体，我们包括微软，看到了从财报出来以后的连续的反脆弱的行情，那么意味着这一定是多头资金的进入。那么今天呢，我们先从几个方面，咱们对大盘进行一个拆解。首先呢，我们来看，这是我们大盘的一个走势，我现在是一个裸图，那我们把我们的信号系统加上，那么信号系统加上之后，我们的发大财信号变色出来了以后，那么当下还没有变色，但是大家看这个位置上其实已经是在13日线下嘛，而且在这条线下面之后，这里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出现了一个回调，而这个回调的速度并不是非常的快，它现在到了一个多空的一个竞争的区域，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当下这个位置上，你的交易其实是变得非常的容易非常容易。那我们怎么来判断呢？就是在下周的时候，如果在这个位置上形成了一个反复的震荡向上，那么我们可以知道那么当下的这个走势就是一个强势向上的走势。那么它的这个回调，其实你别看它回调的少，其实也回调了近6、7天，它只是用一个时间来换空间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认为说，这当下仍然是一个多头控盘的这么一个市场。那么多头控盘的一个市场，你的止损就是这根黄色线，我再把这个黄色线画给大家，就是大约在4071这个位置那么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止损的位置。那么做多踏踏实实做多，上去之后这个位置守住，或者说它出现在这个位置上震荡，你可能就要牺牲一些咱们说的胜率了。那么在这个附近的话，进行一个纠缠的一个操作。那么如果这个位置上大家看你是个跌破以后反抽不过，大家注意为什么我要强调的是跌破之后的
反抽不过，因为很多时候跌破之后又拉回来，这样出去就上去了。我们要看到的是一个跌破后的反抽不过，向下的话，我们这里会形成标准的一个假突破。那么你作为空头来说，在这个位置上进行布局，它很有可能出现的是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下跌。因为现在的话是一个快速的上涨，相对快速上涨，是从1月开始的一个上涨，很剧烈，很剧烈。我们在这一波的话来说是没有吃什么亏的啊。那么这个位置上我们逃离，保留现金啊，或者说有多有空啊，那么保证这个位置上，进行一个什么呢？进行一个贤者模式，也就是进行一个对于资产保护的这么一个动作。之后等它出现明确方向，那么这个明确方向我们不能排除啊，不能排除它有向上的这么一个啊，它这个地方是不可以排除向上可能的。所以从纯技术角度来说，我们从纯的技术角度来说，那么当下市场向上的和向下的概率都可以，而且你这条线上对它进行止损的距离非常小。好，我们再来换成另外的指数，我们换成 QQ， 大家注意。QQQ 这里面也是同样的一个线，我们在这里画出一条支撑线，你可以在这儿画，然后呢把这个线尽量多的点位都 cover 到。好，大家可以看到是不是这样的一条线就画出来了？那么这样的条线画出来之后，其实仍然是一个2条趋势线的这么一个同样感觉的这么一个交易。好，那我们再看IWM 这里我之前就画过了啊，之前画过，这里就是个向上突破，又是个 W 底的一个底部的形态的一个突破，然后呢是回踩了这个支撑线一个颈线。那么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位置上的回踩的力度有一点大，这里要稍微小心一点。不过从交易的角度来出发，这里做多破了就止损，还是那句话，反弹不回。这条线上，我们从交易的角度来说，等了3个礼拜，当下的交易变得比上3个礼拜要容易的多，不管怎么做都是容易。好，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何克服你的这个 FOMO 情绪。好，那么第一个呢，我跟大家讲的是，我们说了怎么去判断，这个市场上你这个位置上多空都非常困难的情况，那我就打开了一个什么呢？我们可以用一个布林带也好，也可以用这个 KELT 都可以啊，你怎么用都可以。就是说，当你看到了一个上涨比较强势的时候，我给大家你看这个图啊，我在公开的和咱们community 咱们这社群里都给大家分享了，就是当你出现了一个这不是超买吗？这都是超买对吧？然后呢，你再去看 RSI 也是就是到了这种非常超买的情况下，都非常超买情况下，你要在前头看这一波的上涨凌厉不凌厉啊？你看这个凌厉不凌厉？这凌厉是吧？这个凌厉不凌厉？这凌厉不凌厉？那么如果你看到这波上涨是非常凌厉的话，你首先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咱们首先做的是一个取利的一个，我们首先取利，就是说，而不是马上做空啊，不是马上做空。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当多头一个非常强势、速度非常快的时候，你往往向下的时候，你不能期待于它是怎么上怎么下。那当然了，你可以马上就可以找到其中的几个非常重要的反例那比如说我举个什么反例呢？比如说你看，比如说这就是一个反例这里就是一个反例。我把这些都关了。好，那么这里就是一个什么反例呢？这里就是一个非常凌厉的一波上攻，然后就咔嚓就下去了那么它是一个反例。那么另外其他的时候，大家看到都是会出现一个什么呢？出现一个震荡再向下。比如说这反弹很厉害，你说反弹不厉害它还震荡，那这反弹做一个反弹，这里出次高，那么下来了。那么这你看，就是你一旦出现我们刚才画的这几个点我们一旦出现画这个点，大家看到往往都会出现一个折腾往往出现折腾在下，或者这里一个强反弹在下，就是不会让你那么快的去完成。何况大家看到这是我们所在的熊市我在熊市里面看到的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再看看其他情况下它是怎么样的呢？好，那么其他情况下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就是说像牛市里面你更是这样，就是说它冒出去了以后，如果横盘它会折腾好久，对吧？横盘也要折腾好久。你看这个地方横盘折腾好久，你看起来好像它跌了很多，但实质上你也看到它这里一横盘也是横2礼拜，没个1-2礼拜的下不去。当然也不排除像这种冲的太猛，大家看冲的太猛就是一个下跌，冲快猛一个下跌，这又冲的太猛，
也有下跌。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这有两种情况，就是当下市场，就是这些市场中，就是你看这个就冲太猛，但你知道这地方也冲得很猛啊，对吧？你看这都冲得非常猛啊，它都是构造一个非常，就是牛市里面它都会构造一个非常慢的一个顶部。那我们在判断的时候呢，就是说熊市来说顶部可能性是比较大了，那时候我们在这儿基本上出是没问题的，但是你没法判断说这个位置上一定就是大跌，就是说跌得特别快。所以说它一般来说，真正你看这种主节量都是先磨叽，然后反弹，咵下跌，磨叽一个反弹，咵下跌，或者然后中间还给你更大的一个反弹，然后再下跌。就是说，你看这个地方也是下跌几天之后突然间一个大反弹，然后再下跌，它都不会说让你那么舒舒服服的空下去。所以我们的真正的一个空点，一定要等到它的一个什么一个次高的出现，那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那么这个空点的话，往往来说就是出现一个底部。可是大多数朋友来说，你可以看到这样的空点很好，一般都是这种中轴 RSI 的中轴，我用 RSI 7，你可以用其他数字啊。就是你看，就是反弹之后的这种中轴上，往往是非常凌厉的下跌。你看这个位置也是进入一个超卖之后，弹到这种中轴，你看这个地方也是弹到一个中轴，还是一个比较凌厉的下跌。所以往往我们说一个加速上涨的启动是在于，不是在于它特别超卖的这个位置上加速上涨。你看一般都是有底背离的情况下，你看这不是底背离吗？上去，然后这个地方也是有个底背离，你看这里也不能底背离，就是一个下上下这么一个横盘来突破，那它就有一个比较强势的走势。那么你再看这个地方也是，就是或多或少有一个底背离是容易让多方发动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你空方发动的时候，往往不是说就是怎么上去怎么下，而是说怎么上去之后，往往会一个反抽，走弱才会下，而且它这个折腾的过程时间耗得非常厉害。所以说这个过程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当你面对一个超卖的状态，首先第一反应先取利，保住自己上来的这一波的盈利有了以后，然后呢，你就耐心的去等什么？等它这个位置上出现了一个明确的一个下跌之后的一个反弹，然后你这个向下的动能一起来，它的反弹有时候很剧烈，那你这个时候哪怕追呢，对吧？你这个时候你就是效率非常高，因为你在这一横盘，它这么折腾，你想过你不管用什么 put 呀，你用那个3倍啊，你反指啊，这个地方特别难拿住，非常难拿住，非常难受，你拿不动啊。就是我的这个交易分享都是以这个操作层面来说的，操作难啊，所以我在过程中你搞不好那这又上去了，那怎么办呀？所以你等它这种东西，这个二抽就是到中轴下面往下掉的那一过程中，你就可以更好的去操作，就是我们可以找到更好的。那我们前段也分享了关于这个大盘技术方面的一个分析，我们发现这样的机会确实已经来了。好的，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大家好，1年1度的反收割训练营封闭训练小班准备开始报名了。课程内容包括建立完整的交易模型和方法，避免大的亏损与错误，全面提升交易和思维模型。我将在未来的24周与您一起学习，随时回答你对课程中学习中遇到的困难或者所拥有的问题，同时也会细致的审阅你们的作业，给予个性化的辅导与纠正。如果有兴趣，欢迎前来咨询。如果我们光看一个维度的数据做数据分析，那么一定是很难在市场中获得强有力的支撑。那么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这周看到的几个其他的数据啊。那么第一个呢，我们想看到的是市场上的为什么这波上涨的这么厉害啊？为什么上涨的这么厉害？尤其是科技股啊，不管是 ARKK， 我们可以看 ARKK， 还是我们看 QQQ。那么1月份的这一部分科技股上涨为什么这么厉害呢？因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市场中的傻钱和聪明钱中的傻钱的表现，他们有大量的去做空科技股的仓位被打爆了啊。那么这个打爆可不是一般的打爆啊，直接把空头仓位打爆了以后，他们产生了一个非常强烈的这种逼空的行情。那么这是原因之一。那么第二个原因，我们要知道当下市场中有很多像 CTA 这样的策略，他们在这个市场中呢这个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位置，因为现在他们的仓位已经有200多 billion， 也就是2000多亿美元了，所以又是操作这种期货，所以他们这一段时间都是在平空仓进行不断的大力的一个买入，而且累计仓位买入了超过100亿。
那么这段时间的这个仓位的买入也是快速增加了我们那种波动。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对于衍生品市场现在显得格外的活跃，由于市场上我们说长线资金的进入并没有特别的多，而短期的话，由于市场上这个资金扰动非常厉害。什么叫扰动？就是市场上场外的这些衍生品，他们的一些交易非常活跃，不断的可以推升市场在出现排空的过程中继续的强烈的这种排空，所以市场的波动就会随着这几个因素而疯狂的向上疯狂的向上。那么我们该如何判断当前市场所在周期呢？给大家看几个简单的数字。好，我们来看简单的这么一个数字。那么这个数字，比如说我们看到 AI 的 survey， 他们是这是主要基于散户的一个调查。那么散户的这个情绪是什么呢？来到了整个熊市以来的最高，那么已经回到了一个类似于牛市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对于牛市来说的话，那么这些数字是一个中性的，但对于熊市来说，当下市场是比较什么的？比较的一个乐观也就是看牛的人已经超过了中性也超过了看熊的人。那么再看 NIM 这个东西呢，是这个by 这个 member， 它的这个 member 呢，大多数也是你可以把它也当做一种散户的一个。有人说呢，投基金经理他们都非常厉害他们应该比我们散户都吃我们散户的钱。我觉得在美股市场，由于盘子太大，你可以把大量的对冲基金的行为完全可以归结于散户行为。他们的反应，我跟大家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我们来回头看在科技股非常弱的情况下，我们看 QQQ， 他们在这个大量的对冲基金在大约这个位置上卖掉和做空科技股，买入的是能源。也就是说，他们在前面能源强，去年能源强的时候没有买入，而是在这个位置上做能源。然后呢，这波拉上来之后，大约在这个位置，也就是差不多1月底的位置以大量的对冲基金在1月底的位置上，大家看1月底的这个位置上，把仓位从能源又大量的换回中概可见他们的这种操作是比我们还要差。那基本上踩到点上了，基本上都是买在山顶卖在谷底。所以说可以看到，就是大量的对冲基金他们的表现，我们在市场中称之为傻钱。那这个傻钱跟互惠基金这种长期投资相比，那就是傻。所以说大家看博傻的过程中整个这个 survey 他们也可以看到，它大量的仓位已经来到 85%， 也就意味着场外的资金出现了我们所谓的 FOMO 情绪看着有个 dip 就使劲去买那么这就是从这个角度来出发。另外呢，我们来到幸运老师这个网站，他总结了很多个数据。那么这里面呢，市场上基本上也会出现一个过热的这么一个感觉。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关于做多的这个地方连续出现这种过热的这种感觉。那么我们说做空，你是不是就容易呢？那做空也不容易，为什么？因为市场上整体上出现的这种反脆弱的这个行情，强势的股、强势的板块依然不断。尤其是我们在连续跟大家提醒，你可以错过很多行情，但千万不要做错，尤其是半导体。半导体是这一段时间的一个题材上的一个大利多，那么走成了这样的行情，如果你还要去做空它，我能理解为什么，但是如果你还去做空它，那么这个地方就只能自求多福了，非常非常的辛苦。所以我想跟大家说的是，我们可以错过任何的行情，但千万不要做错。所以整个来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我们整个市场上这个剖析来看，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相对过热，其实是比较偏空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我们市场向下跌的速度也非常慢，所以多空进退维谷。而我们等了3个礼拜以后，这条黄线我们看出了市场上这条黄线一出来，我们不管是做多还是做空，当下的止损都会变得非常容易，也就意味着下周的行情我们可以准备出击了。这里不管是做多还是做空，都会给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损益比的一个机会，高损益比、高性价比的机会，这也是我们作为一个交易者该出击的时候。好，上周末呢，我们的还有一个补充视频跟大家讲了，就是关于这个美元、黄金、白银的这么一个那么我们看到 GC 的话，大家看到就是说也没有大肉了，就是这个位置上谈到了1900和1890的位置是一个不错的一个空点。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美元在这个位置上极度强势大家看我们说
什么是卖点呢？高位突破，大概高位突破是卖点，然后呢，低位的跌破拉回是买点，横盘才是最强。那么横盘这个位置上，跌破拉回破底翻又是一个横盘，那么美元太强了。所以美元的强势就意味着我们整个黄金和白银都会非常的弱。那么我们其实有没有想过，大家有没有想过这里有一个逻辑啊？当下市场上我们看到的，比如说我们白银这非常弱，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原油非常强。那么我们回到了一个不是衰退交易逻辑，我们回到了一个什么逻辑呢？我们回到了一个类似于通胀的逻辑，能源或者原油或者大宗商品这段时间又会走的相对比较强，而我们整个美元是比较强。那么我们从交易的角度来说，上3周我们说了，这些 equity 市场都非常难的情况下，我们找到美元和黄金这种相对比较性价比极高的位置。那么返回头来，下周我们又看到了整个标准普尔也好，然后呢 QQQ 也好，小盘也好，它在这条黄线附近的一个争夺，一旦出来趋势，我们就跟随强势那个趋势做，它就是一个性价比极高的很容易止损的这么一个操作。那么你现在看来之后，现在不管是黄金还是美元，仍然是一个非常容易做的这么，尤其是美元，我觉得这段时间就做美元就可以。好，还有另外一个发现呢，我们可以看到 VIX 在这个位置上半死不活，也出现了一个底部结构。我觉得它真正意义上要想强势，要有一个向上的快速上升，才可以让我们看到整个的市场是走的比较强。那么下一部分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过一下几个非常重要的个股。